在2015年的时候呢，我成为了 WBC 世界咖啡师比赛的国际感官评委。目前国内只有5个，国际上呢也就100来位吧。我是在台湾的清华大学，然后我念的是生命科学系，去做一些癌症药物的研究。中央研究院，然后老外每天都会喝黑咖啡，会买各式各样不同的豆子啊。那个时候就开始对咖啡这个东西产生了好奇，发现我是不太适合钻研这样子的科学工作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换到咖啡这个行业。是04年，整个世界的精品咖啡才刚在起步。我们基本上是台湾第一批做瑰夏咖啡豆，第一个做很干净的日晒的埃塞俄比亚。那个时候的日晒埃塞俄比亚很珍贵嘛，非常难得。在09年的时候，在 Anaheim 有一个symposium 跟展览。我一进去边上有一个很小的 booth， 放了很多大的保温桶，然后上面贴了不同的产区，然后就拿了个小杯子喝，巨好喝。原来美式咖啡机也可以这么好喝。我就会开始去思索，到底是什么让咖啡好喝的？这个结论在现在来看很简单，你只要咖啡豆好，冲泡的参数设定好，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。12年呢，做 COE 的评审观察员，在布隆迪，我应该喝了将近150支不同的豆子，刷新了我对风味的认知。当地的咖啡特有的白花与莓果的风味调性，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喝到过的。也常常有人会问我说，可不可以推荐一些咖啡？如果喜欢酸，就选颜色浅的；不喜欢酸，就选颜色深的。假日不用加班，就会用手冲的方式。我总结了一个非常简单万用的方法，叫做金龙鱼冲泡法。我个人呢非常喜欢绿布，第一个原因是绿布比较环保，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它的醇厚度、它的风味的完整性都会比较好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冲泡的水温呢会在90到93度左右。如果你的烘焙程度比较深，就可以用稍微低一点的温度。是加水的时候呢，我会把总水量切成3等份，然后分3次加进去。分水比1:15，先加100。然后呢，等到第30秒的时候，我会再加入第2份100。然后等到1分钟的时候，再把第3份100加进去。然后等到它已经不再滴咖啡的时候呢，就 OK 咯。可以为了咖啡去旅行的城市呢，上海肯定是其中一个。上海现在有多达8000家的咖啡店，更新的速度也非常快。像是土耳其咖啡、法兰绒这种少见的冲泡方式，也都能在上海喝得到。有很多世界咖啡师冠军，台北有很多开了很久的小店，比如呢，我之前工作的哈雅咖啡就已经开业20年了。广州，我觉得咖啡有一点，就像你去吃早茶一样，它是一个日常。你喝完咖啡，又可以吃个肠粉，然后又可以继续喝咖啡。咖啡不只是一杯苦苦的黑水，当你进入到它的世界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，不同的地域、不同的品种，它会带来美妙的水果酸、花香、坚果香等等的风味，这些才是咖啡最有魅力的地方。